很多人以为人生最难的是忍耐，但其实人生真正困难的时刻，往往不是要你继续忍，而是要你做出一个清楚的决断。你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消耗你很久，你明明知道这个合作已经出现问题，你明明知道某个人的做法不对，某件事再拖下去只会越来越糟，可是你还是不敢讲，不敢切，不敢面对，因为你怕撕破脸，怕失去，怕别人说你无情，怕自己判断错误，怕事情一旦摊开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。可是易经第43卦择天怪讲的正是这种人生时刻。怪就是决断，就是割除，就是把已经累积到临界点的问题正式摊开来处理。择天怪，上卦为泽，下卦为天。天在下，刚健有力；泽在上，水气聚集到高处，已经到了快要溃决的状态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，一件事情若已经积累太久，到了不得不处理的时候，就不能再假装没事。但怪卦最重要的智慧，不是叫你冲动翻脸，也不是叫你用情绪去砍断一切，而是提醒你，真正的决断要站在正道上，要公开清楚，要有准备，也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力量。卦辞说，怪，阳于王庭，符号有利，告自义，不利即容，利有攸往。这段话非常有意思。阳于王庭是说事情要公开讲清楚，要放到正当的位置上处理，不是在背后抱怨，不是暗中报复，不是用情绪操作别人，而是把问题放到可以被看见，可以被讨论，可以被判断的地方。人生中很多问题之所以越变越大，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讲，伴侣之间不敢讲，家人之间不敢讲，职场上不敢讲，合作关系不敢讲，结果表面和平，底下却越积越深。到最后，真正毁掉关系的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长期不讲真话所累积出来的不信任。符号有利，则是说你要带着诚信发出呼告，但同时要知道这件事有危险。当你要揭露问题、处理问题、做出决断时，一定会引发反弹。因为有些人习惯占便宜，有些人习惯逃避责任，有些人习惯把你的忍让当成理所当然。当你开始不再配合，对方不一定会感谢你，反而可能会攻击你。所以怪卦不是天真的正义感，而是成熟的决断力。他知道该讲的要讲，该处理的要处理，但他也知道处理问题之前要有风险意识。告自义是说，先从自己这一边开始告诫，先把自己的人、自己的内部、自己的立场整理好。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。你要做重大决定之前，不要只想着去对抗外面的问题，而要先问自己，我的底线是什么？我的证据够不够？我的立场清不清楚？我是不是也有责任？我是不是只是被情绪推着走？很多人决断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不勇敢，而是因为他没有先整理好自己。情绪一上来就冲出去，话讲得太满，事情做得太急，最后明明站得住理，却因为方法错误而让自己失去优势。不利即容更关键。怪卦虽然讲决断，但他说不利于直接动武，也就是说，不要一开始就把事情搞成战争，不要一开口就要摧毁对方，不要一出手就要对方死无葬身之地，不要把决断变成仇恨的发泄。真正高明的人，面对问题时会先公开说明，建立共识，提出界限，给出方法，而不是直接开战。因为你要解决的是问题，不是让自己的怒气有出口。最后，利有攸往说的是，只要你的决断是正当的、清楚的、有方向的，那么往前走是有利的。你不需要永远困在烂局里，不需要一直替别人的错误买单，也不需要为了维持表面和平而牺牲自己的人生。大象传说，泽上于天，怪，君子以失路即下，居得则济。泽水本来应该往下流，现在却高高在天上，代表能量已经聚集到一种不正常的位置。水在高处，迟早要决口。所以君子看到这个象，就知道资源、利益、恩惠不能只积在上面，而要向下施予，要让整个系统流动起来。
失路即下放在人生里就是提醒我们，当你有能力、有权利、有资源、有位置时，不要只把好处留给自己。公司里的主管不能只享受成果，不照顾下面的人；家庭里掌权的人不能只要求别人配合，却不理解家人的辛苦；关系里比较强势的一方不能只要对方忍耐，却不愿意分享责任。因为当资源不流动，怨气就会累积；当委屈不被看见，冲突就会形成；当权力只向上集中，下面的人迟早会不满。怪卦告诉我们，很多决裂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长期失衡之后的结果。居德则济也很深，德行不能只是自我标榜，不能因为自己有点功劳、有点地位、有点道理就高高在上，以为自己永远正确。当一个人把德行变成优越感，把正义变成攻击别人的武器，把自己的立场变成不可挑战的权威，这时候就危险了。所以怪卦真正要谈的核心主题是清醒而有节制的决断，不是忍到爆炸，也不是一怒决裂，不是没有底线，也不是到处树敌。它要你学会在事情还能整理时整理，在问题必须处理时处理，在关系该划线时划线，在人生该往前时往前。接着看六爻，会更清楚看到人在面对决断时，从冲动、危机、孤立、困难、清除，到最后不能再沉默的整个过程。初九爻说，壮于前指，往不胜为就。前指就是脚趾，代表刚要行动的第一步。壮于前指是说力量一开始就冲到脚上，想立刻往前冲。这很像我们遇到不公平、被冒犯、被欺骗、被压迫时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马上反击。可是爻辞说，这样往前不会胜利，反而会有救。这一爻给我们的生活建议是，当你刚刚发现问题时，不要急着用冲动解决。你可以生气，但不要立刻做决定；你可以不满，但不要马上撕破脸；你可以想离开，但不要在没有准备的时候把退路全部烧掉。很多人的失败就是败在第一步太急，明明可以谈，却一开口就变成吵架；明明可以收集证据，却先把底牌亮出来；明明可以布局离开，却先情绪爆炸，让自己变成被动。初九提醒你，决断不是用脚趾头冲出去，而是用头脑判断方向。你越想赢，越不能急。九二爻说，涕号末夜有容，勿恤。这一爻的画面是在夜晚有危机可能出现，所以要警惕，要呼告，要提醒大家。但最后说勿恤，不必过度忧虑。这代表面对问题时，你已经有了警觉，也愿意提早防备。这是一种成熟的状态。你不再假装没事，也不再用裸鸟心态逃避，而是开始知道这件事有风险，我要先做好准备。生活中，如果你感觉某段关系不对劲，某个合作有漏洞，某个朋友言行不一致，某个工作环境越来越不健康，这时候不要等到事情爆炸才处理，你要先提醒自己，也提醒相关的人，把可能的风险讲清楚。但勿恤也表示不要被恐惧控制。很多人一发现危机就开始焦虑到睡不着，把所有可能都往最坏的方向想，这样反而会让你失去判断力。九二教我们的是提高警觉，但不要恐慌；预先准备，但不要乱动；看见危机，但保持稳定。真正能度过危机的人，不是最激动的人，而是最清醒的人。九三爻说，壮于尾，有凶。君子怪怪，独行欲语，若如有孕，无咎。尾是脸颊，壮于尾就是怒气表现在脸上，气势很强，脸色很硬。这代表一个人把决断变成了外在的强势，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他要翻脸了，这样有凶。因为当你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，对方就会提早防备，局势也容易升高冲突。但后面说，君子怪怪，独行欲语，若如有孕，无咎。意思是，真正的君子在必须决断时，即使孤独前行，即使背雨淋湿，即使心中不快，只要守住正道，最后没有咎害。
这一爻非常适合用来看那些明知道该做但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刻。例如你在公司里看见不合理的制度，大家私下抱怨，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；你在家庭里看见长期失衡的模式，大家都叫你忍，却没有人愿意面对；你在朋友群里发现某个人一直利用别人的善良，大家都知道，却不想当坏人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很孤单，甚至会被误解。你明明是在处理问题，却有人说你太计较；你明明是在守界限，却有人说你不合群；你明明是在讲真话，却有人嫌你破坏气氛。93告诉你，如果你的决断只是为了面子、怒气和逞强，那就有凶；但如果你是清楚知道这件事必须处理，即使孤独，即使委屈，即使一时被误会，只要你的出发点正确，方法也没有失控，最后就无救。94爻说，屯无福，其行次且，牵羊毁亡，闻言不幸。这一爻很生活化，屯无福像是屁股没有皮，坐也坐不住；其行次且是走路也踉踉跄跄，这代表处在一种很尴尬、很不舒服、进退两难的状态。你想留下已经坐不住，你想往前又走不稳。这就是很多人面对人生决断时最痛苦的地方。一段关系明明很痛苦，但离开又怕后悔；一份工作明明很消耗，但辞职又怕没收入；一个合作明明有问题，但切断又怕损失；一个习惯明明伤害自己，但改变又很不舒服。爻辞说，牵羊毁亡，意思是如果能像牵着羊一样柔顺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局势，悔恨就会消失。可惜闻言不信，听到别人的建议却不相信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当你已经进退不安时，不要用硬碰硬的方式处理，你需要的是渐进式的调整，是让局势慢慢转向，而不是突然暴冲。如果你要离开一份工作，先整理财务，更新履历，建立下一步；如果你要结束一段关系，先确认自己的情绪、生活安排与安全界限；如果你要处理合作问题，先把账目、责任、权利、义务说清楚。牵羊不是懦弱，而是懂得用可以控制的方式把事情带往正确方向。最怕的是，你其实已经很痛苦，却又不相信任何理性的建议，只相信自己的焦虑与固执，这样就会一直卡在原地，做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95爻说，闲路怪怪，终行无咎。祥鹿是一种容易生长、需要清除的草。这一爻象征问题已经明确，要把不该留下的东西清理掉。但关键在中行无咎，也就是要走中道，不偏激，不过度。这是怪卦最成熟的一爻。人生中真正高明的决断，不是把所有东西全部毁掉，而是知道什么该清，什么该留，什么要断，什么还可以修，什么是原则问题，什么只是情绪问题。例如，你发现一个员工不胜任，不一定要羞辱他，而是用清楚制度处理；你发现一段关系不健康，不一定要把对方妖魔化，而是诚实承认彼此不适合；你发现自己有坏习惯，不一定要自我厌恶，而是一步步把它拔除。拐拐代表决断要明确，不能拖泥带水；中行代表方法要平衡，不能过度失控。这一爻最适合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决断不是恨，而是清理；不是报复，而是恢复秩序；不是为了证明谁输谁赢，而是让事情回到正确的位置。如果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件必须处理的事，95会建议你把焦点放在问题本身，而不是情绪发泄。你要问自己，我真正要拔掉的是什么？是某个人的伤害？是错误的制度？是自己的依赖？是长期的逃避？是没有界限的善良？看清楚之后，就稳稳地拔掉它。上六爻说，无耗，终有凶。到了最后一爻，问题已经到最末端，如果这时候仍然没有呼告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表态，没有处理，最后一定有凶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提醒，有些沉默不是智慧，而是纵容；有些忍耐不是修养，而是逃避；有些不说不是善良，
而是让错误继续扩大。很多人在人生里吃亏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感觉，而是因为他一直不说。被冒犯不说，被占便宜不说，被情绪勒索不说，被不公平对待不说，心里累积了很多怨，表面却还在微笑。最后事情爆发时，别人还会说，你以前不是都可以吗？为什么现在突然这样？这就是无号的凶。你不讲，别人就以为没有问题；你不表态，对方就以为可以继续；你不建立界限，局势就会往更糟的方向走。上六告诉我们，到了该说的时候就要说，到了该切的时候就要切，到了该站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再沉默。因为你若不替自己的生命发声，很多问题就会替你做出更痛苦的结果。所以择天怪这一卦，表面上谈决断，实际上谈的是一个人如何成熟地面对人生中的失衡、压抑、错误与腐败。它不是鼓励你到处决裂，而是要你不要让自己长期活在不清不楚里。它不是叫你用暴力解决问题，而是要你用公开、诚信、清楚、正当的方法，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掉。在感情里，怪卦提醒你，不要用冷战代替沟通，也不要用忍耐掩盖伤害。如果一段关系还有修复可能，就把问题说清楚，让彼此知道界限在哪里。如果一段关系已经只剩消耗，那就不要再用回忆绑架自己，该放手时要放手。在工作里，怪卦提醒你，不要让不合理的制度、不清楚的责任、不公平的分配一直拖下去。你可以温和，但不能没有原则；你可以配合，但不能无限承担。真正稳定的合作一定建立在清楚的规则之上。在家庭里，怪卦提醒你，很多问题不是因为没爱，而是因为界限不清。亲情不能成为控制的理由，孝顺不能变成牺牲自我的枷锁，照顾家人也不代表你要永远吞下所有委屈。爱要流动，责任也要公平。在自我成长里，怪卦更提醒你，你要敢于清理自己生命中的杂草，那些拖延、依赖、讨好、逃避、自我怀疑、对过去的执着。如果你明知道他们正在消耗你，就不要再替他们找借口。你不一定要一天改变全部，但你要开始做出决断。择天怪最核心的一句人生提醒就是，真正的决断不是把世界切成敌人与朋友，而是把混乱重新带回秩序。当你遇到问题时，先不要冲动，像初九一样，先稳住第一步。当你感觉危机逼近时，不要逃避，像92一样，提高警觉，做好准备。当你必须独自面对真相时，不要只用怒气逞强，像93一样，即使孤单也要守住正道。当你进退两难时，不要硬撞，像94一样，牵羊而行，慢慢把局势引到正确方向。当你看清楚问题根源时，不要再拖，像95一样，明确清理，但保持中道。当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时，不要再沉默，像上6一样，该发生就发生，因为沉默到最后往往就是凶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中也正有一件事卡在心里很久，也许是关系，也许是工作，也许是家庭，也许是你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选择，那么择天怪就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再让问题继续累积，也不要用爆炸来代替决断。你要做的是清楚看见，诚实表达，稳定行动，正当处理。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不翻脸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讲清楚。真正的善良不是永远忍让，而是懂得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守住界限。真正的勇气不是情绪上来就冲出去，而是在知道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面对真相。择天怪告诉我们，人生到了某些时刻，拖延就是伤害，沉默就是纵容，模糊就是危险。但只要你的心是正的，方法是清楚的，行动是有节制的，决断就不是破坏，而是重新开始。你生命中现在有没有一件事已经到了必须怪的时候？是该说清楚的一句话，该画下的一条界限，该放下的一段关系，还是该改变的一个习惯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
也许你正在面对的决定，正是择天怪要带给你的提醒。不要用沉默困住自己，也不要用冲动毁掉局面。用清醒的心做出该做的决断，人生才会真正往前走。